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难封之我意，一脸苦相却要演第一美男，谁的审美出了问题？偶像烂剧年年有，但2023年特别多。可能有观众会觉得哪有那么夸张？但回想一下今年出圈且口碑不错的偶像剧，真的没有拿得出手的。一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就把观众直接创飞了，而眼下又迎来一部新作《难封之我意》。该剧积压将近3年，本来就让人等得心里着急，而且男主程毅还因为武侠剧《莲花楼》再次爆火，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或许正是看中这个热度，某库把这部积压剧终于抬上来了。但看完成片后，评论区的观众们坐不住了，直呼太难看了，男主真的好奇怪，演技不好，长得也不行，而且那个小鸡嘴这么出戏啊！看得出观众是真的生气了，所以到底为啥程毅承受了这么多差评？其实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，偶像剧想要出圈，最重要的还是男主的颜值与演技。可惜的是，这两样亮点，程毅是一样都没沾上。剧中他饰演的傅云深坐着轮椅出场，应该是那种很让人心疼的场面。可看到他那凹凸不平的皮肤、粉底液卡粉的妆容，还有相当崎岖的脸型，完了，这还有什么氛围感可言？哪怕镜头给到回忆里意气风发的傅云深，还是难看的不行。而且程毅明明头身比就有问题，剧中还穿着贴身白衬衫，显得脑袋大了整整1圈，跟开了特效一样。气质就更不用说了，乍一看就像是脚踩豆豆鞋的街溜子。要知道原著里的傅云深有3高，智商高，个子高，颜值高。后期腿伤后成为了弱肉不能自理的病美人，堪称全剧第一美男。跟程毅不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。既然长得不行，起码演技的好点。但程毅的实力也不是第一天被诟病了，哪怕是出演《莲花楼》期间，撅嘴的老毛病也经常犯。至于3年前的程毅，那演技差的属实是没有把观众当人看了。就比如傅云深双腿残疾，却让心爱之人看到自己最狼狈的模样，本应该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，又难堪又无力。然而程毅就木着脸念台词，一说话嘴巴还张不开，让人都听不清他说什么。紧接着到了捶腿感人的桥段，他就好像被鬼上身了一样，腿不好使，胳膊怎么也这么僵硬。好好的一场戏，愣是让他演成了笑话。还有在女主面前，也不知道为啥他就必须要端着架子，装出一副全世界自己最牛的状态。而且这吹口哨式表演太迷惑了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用嘴唇子把女主戳死。要么就是直勾勾的在一边摆 pose， 露出一张比砖头还要方正的脸。尤其站在张雨绮旁边，对比他那张小巧精致的瓜子脸，那可是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颜值差距叫观众怎么刻得下去？不仅如此，哪怕是在男2号傅辛博面前，程毅的表现也被甩了800条街。2个人同框，一个是气质浑然天成的霸总，一个则是戴着眼镜装叉的混子，一时间我都蒙圈了。好久没看到男1号比男2号拉垮这么多的选角，只能说没有颜值与演技，还是轻易别挑战这个有难度的角色。程毅口碑翻车就是最好的反例。娱乐圈里有一种风气让观众感到无奈，那就是明明长得一般，还非要去演绝世美男，这种演员就是存心来给人添堵的。就比如金瀚。在君90里，他饰演的世子朱赞可是天下第一美男，结果看到金瀚这张老脸，观众的心都碎了一地。后来金瀚在综艺里解释，拍这个期间他胖了，不会真的以为难看只是因为胖吧？那就看看偶像剧里的金瀚，在《遇见》
璀璨的你挑战霸总形象，西装革履，装的人模人样。可惜的是，崎岖不平的脸让人顿时提不起一点兴趣。还有张翰，作为油腻霸总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张翰在东八区的先生们里带给观众的冲击太大了。其实以他的形象去演这个角色，倒也不是多么牵强。但最大的硬伤就是他由内而外冒着油光的演技，哪怕只是抬眸一笑，观众都能把去年的年夜饭给吐出来，只想大喊3声退退退。不过如果我提起这个名字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黄晓明。以前的黄晓明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个清晰的认知，一把年纪去演学生时期的洛西，把原著里的邪魅美男演得稀烂，至今再看都让人有点 PTSD。 除了上述几位中生代，有些小鲜肉也想不开，年纪轻轻就飘了。比如李弘毅，他的长相属于韩系淡颜的类型，现代装还可以，但古装才是检验美男的真正标准。到了少年歌行中，看到他这张脸，差点没认出来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扮演的还是身为六皇子的萧瑟，动漫里就帅的人神共愤，到了剧版却变成了李弘毅。这反差不要太大，看着那2根蟑螂须子一样的龙须刘海，气得人果断按下退出键。男演员普信起来，观众真的承受不住。南风知我意在万众瞩目中登场，结果却是个哑炮。男主诚意的现代装扮普的不能再普了，与精英、霸总这类角色压根不贴边，更达不到美男的形容标准。而且演技太尴尬，动不动就表情怪异，念台词看起来像吹口哨，也难怪观众看完后大失所望，甚至还不如男2号付辛博演得出彩。再加上剧情本身就过于俗套，什么车祸、复杂、家族恩怨，差点以为是10年前的狗血言情剧呢。虽然当下市场没有什么爆款偶像剧，但是其他题材里的感情线也算好嗑。对比热播剧《云之羽》西出玉门，这部《南风知我意》难有一较高下之力。如果后续没有太多看点，恐怕又是一部热度与口碑双扑街的烂剧了。